今天分享的是一部爆笑日剧，改编自漫画。这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同于常见的霸道总裁爱情剧，这部剧的霸道总裁是个彻头彻尾的 M。在受到女下属严厉对待后，他迅速坠入爱河，同时还表现出强烈的求虐倾向。如果你对这种打破常规的霸道总裁情有独钟，快点准备小板凳，一起追新剧吧。故事开启，身为天成制药的派遣员，佐藤正坐在酒吧，泪眼婆娑。他养了8年的爱犬，今天因疾病去世了，他只好借酒浇愁，顺便向酒保吐槽自家公司无能，连狗狗的救命药都研发不出来。谁知身后的陌生男子一听，冷冷地提了个建议：想再见你的狗狗，不如一起走吧。这男的羞辱完佐藤，正要飒爽离开，佐藤直接一个制服，让他扑倒在地。他不敢相信地望向佐藤，只见佐藤挑眉冷笑，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故意的，然后严厉地训斥了他。第二天一早，佐藤照常去公司上班，因为昨晚喝多了，今天感觉有点头晕。但突然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立刻清醒过来，他昨天醉酒怒对的那个男人竟然是他公司的社长天成。佐藤没时间理清头绪，因为天成秒叫他进办公。终于下定决心的佐藤推开了天成办公室的门，本以为天成会因昨晚的事给他找麻烦，甚至以为自己会被炒鱿鱼，但天成却突然跪了下来，满是诚意地对佐藤说：请让我做你的仆人吧。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佐藤更加懵了。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天成其实是个抖 M。 佐藤还没缓过劲呢，天成又掏出一张黑卡让他随便花。面对这么多钱的诱惑，蒙圈的佐藤以为天成是故意用钱羞辱他，直接腿咚了一下，再次给天成上了一课。天成一直被捧得高高在上，总听赞美，从没人这么直接粗暴地指责过他。此刻他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强烈要求佐藤更粗暴地对他。佐藤对这荒谬的请求束手无策，只能快速逃离办公室。因为天成的古怪追求，佐藤开始刻意避开他。此时那位职位不高但架子大的领导得知佐藤和天成不是情侣，便让他帮忙泡咖啡，放心多了。佐藤刚要动手，天成却倒咖啡粉到领导头上出他气，边倒边讽刺：我连佐藤泡的咖啡都没喝过，你就能喝？你是比我地位还高吗？领导吓得不轻，只得不停向天成和佐藤鞠躬道歉。然后天成带佐藤去公司研发部，和所有药品开发人员一起对未能制出救治爱犬的药物向佐藤致歉，并承诺会针对爱犬的病情研制了相应的药物，让更多的狗狗受益。佐藤虽然被天成大张旗鼓的行为吓了一跳，但内心深受感动，因他如此关心自家狗狗，佐藤的好感也随之增加了些许。被天成油腻的话劝退了，原来天成的道歉只是为了满足他对羞耻的渴望。这之后公司里迅速传开佐藤和天成的绯闻，不仅同事投来异样眼光，连平时爱使唤人的领导也不叫佐藤干活了，这让佐藤感到压力山大。在旁人看来，佐藤倒是挺风光的，只有他自己清楚自己那是碰到了什么。他找到了天成，准备跪下求他手下留情，没想到他跪得更低。佐藤看到后气得大发雷霆：你根本不理会他人感受，就只顾自己的受虐欲，我不需要像你这样试图控制别人的奴隶。说完，佐藤使了个反击，以主人的口吻对天成发号施令，从此禁止接近我。自从佐藤这么说之后，天成就不再缠着他了。但是公司的其他人早就视佐藤为天成的女朋友，这些谣言让佐藤很烦恼。幸好同事马美早早准备的生日礼物让他立刻高兴起来。下班时，佐藤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情侣们成双入对，突然想到今年生日得独自度过，心里不免感到些许失落。佐藤没想到失去爱犬的第一个生日竟连一句祝福也无。这时外面猛烈的风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打算开窗透透气清醒一下，却见到拿着鲜花顶风站立的天成。面对荒谬的天成，佐藤选择了置之不理，打算让他自己退缩。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佐藤从梦中惊醒，他想确认天成是否已离开，于是再次开窗查看。窗外的情景顿时让佐藤心惊胆战，天成不但未走，而且还维持原来的样子，在狂风暴雨中一动不动，吓得佐藤选择再次视而不见。不久后，警笛声把熟睡的佐藤吵醒，原来是站在楼下3个小时的天成被邻居误认为跟踪狂报了警。得知警方准备带走天成，佐藤突然想到，如果天成因此被带进局子，自己被纠缠的事就会曝光了。他不想让和天成的绯闻继续传播，只好谎称天成是自己的男友，借口两人吵架将天成从警察手里救出。警察离开后，佐藤则被天成给自己添了麻烦，没料到这话正是天成所愿。天成纠缠让佐藤赶紧惩罚他，佐藤被天成纠缠的心烦意乱，一气之下把天成打倒在地，
没想到天成居然毫无愧疚感，不顾自己的困境，天成为佐藤送去了生日祝福。因为担心佐藤孤单的过生日，所以决定亲自去他家庆祝。得知天成这么体贴自己，佐藤感动了一下，但感动很快过去。天成又豪气地拿出银行卡，直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佐藤，让他随意刷卡享受。佐藤不想再跟天成扯上关系，连银行卡都拒绝了，转身就走，头也不回。生日像噩梦一样过去了。马美又邀请佐藤参加今晚的同行聚会，意外的，天成也在这家餐厅用餐，正在不远处向佐藤举杯示意。佐藤急忙喝口酒稳定情绪，盼望聚会早点结束。原本只是个简单的聚会，但男方心怀鬼胎，得知佐藤是天成的女朋友后，打算先灌醉她带到酒店，从他那里套取天成医药的研发资料。可惜他们商量的计划被偶然经过的佐藤听得清清楚楚。面对两个想用卑鄙手段的男人，佐藤强势反击，不但让两人颜面扫地，还顺便夸赞了天成一番。正好被藏在一旁的天成看到了，他走向佐藤，可佐藤喝多了，直接晕倒在他怀里。佐藤在天成家醒来，正要离开，又因为酒没醒，体力不够，蹲在地上。这时天成拿出自制的解酒药，让佐藤喝下了。接着天成解释说，他在餐厅听到佐藤夸奖自己之后感到不自在，他不喜欢别人表扬，希望佐藤以后能避免这样做。但佐藤却故意相反行事，开始疯狂夸天成。他觉得只要不断夸奖天成，天成就会反感他，不再找他麻烦。天成思维独特，并没有因为佐藤的溢美之词而改变态度对他，相反，他觉得佐藤越是被禁止做什么，就越要去做，这种反骨让人更加着迷。为了让佐藤能休息，天成把床让给了他。早起的佐藤看见天成睡在沙发上，便温柔地给他盖上毛毯。就在佐藤正要悄悄离开时，天成突然把佐藤拉过来，紧接着天成吻了佐藤。佐藤急中生智把天成推开，天成却借口刚醒来，说那个吻是误会。佐藤走后，天成露出奸诈的笑，原来那吻是他故意的。佐藤好像又落入更大的陷阱。今天是公司年度大扫除，佐藤负责清理天成总裁的办公室，其实这只是个借口。这时天成正拿着花束等佐藤，佐藤一开口就揭穿天成那天装睡的事，严肃地说自己决定要辞职。他刚要离开办公室，不慎跌倒，腿上擦伤了，这让天成心里难受极了，马上就霸气地帮佐藤处理伤口，一边仔细给佐藤涂药，一边用逼迫的语调说，辞职没有用，不管你在哪，我都能找到你。伤口处理后，天成依然拿出请柬，邀请佐藤来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但被佐藤冷淡拒绝了。佐藤刚一出门，就和社长秘书明曲不期而遇，哪怕只有1秒，明曲仍旧认出了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天成女友，马上追上去。尽管是初次见面，明曲直接对佐藤说，因为你的到来，天成产生了许多负面改变，希望你能远离天成，不要干扰这次的药物研发。这正符合佐藤一向的愿望。他让明曲告诉天成，自己肯定不会参加生日派对。明曲表面上与佐藤达成了一致，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在天成生日那天亲自送佐藤去参加宴会，原来是被天成逼的。如果不带佐藤去宴会，天成就不会开发新药。看到佐藤要离开，明曲赶紧说，宴会上捣乱的话，天成可能就不要你了。佐藤觉得这个想法不错，答应参加宴会。正为没合适礼服发愁时，天成早已为他备好了合身的礼服。宴会的客人很多，个个都是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天成一眼就看到了美丽的佐藤，他不理会其他人的祝福，直接朝佐藤走去。同时出现的还有天成的爸爸康介。康介知道佐藤是天成的重要之人，便露出了放心的笑容。佐藤急忙撇清和天成的关系，为了显得更真实，他还特意提高了声音强调自己真的很讨厌天成。话一说完，周围的人都吃了一惊，康介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佐藤在想是不是自己说的太过了，康介忍不住大笑，果然是虎父无犬子。他并不认为佐藤失礼，反而感觉他非常气派，不愧是儿子看上的女人。康介离开后，几个女人立马围上来献媚，说话中还夹带着对佐藤的讥讽。佐藤对此毫不介意，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忙。就在众目睽下让天成尴尬，面对佐藤的侮辱，天成觉得特别解气，这让佐藤认为他不讲道理，气得直接走人。尴尬的聚会终于快结束，佐藤被突然出现的色迷迷的大客户坂口纠缠，天成不忍心看他受欺负，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同时他要求那人向佐藤道歉。为了避免天成得罪这位重要客户，佐藤出乎意料地往天成身上泼了酒，然后对坂口汉深深鞠躬道歉。说完，他拉着天成快步离开。
匆忙逃出的两人感慨万分，他们明白为对方做出的种种努力。此刻，两人的关系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天成忍不住赞扬说：“你今天太美了。”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类似事件，天成递给佐藤自己的名片，希望佐藤遇到问题能随时找他。接着，天成再次感谢来参加生日宴会的佐藤。佐藤第一次见到这么真挚的天成，心里一软，决定送上衷心的生日祝福。这时明曲突然出现，让天成返回宴会继续主持，同时说自己会送佐藤回家。佐藤回到家后，佐藤想了想，还是决定打电话给天成祝他生日快乐。可电话一直没人接，天成很快回电了，但佐藤此时已没心情接听。最后佐藤受不了天成频繁的来电，只好接起电话，才知道天成竟然出现在自家楼下。愤怒的佐藤责骂道：“你真傻，这么多人陪你过生日，你居然跑了！”天成从小到大总被人夸赞，佐藤那句笨蛋让他这受虐迷爽坏了。正当天成想更靠近佐藤时，明曲的电话打来了。霸气的天成突然抱住佐藤，夺过手机，对电话那头的明曲警告不许再烦佐藤。慌乱中，佐藤突然咬了天成一口，逼得他放手，丢下一句生日快乐就跑了。没料到天成已做好准备，把这句生日快乐录了下来，沉浸在美好回忆里。第二天，坂口为昨天的事感到歉意，特意送了一趟温泉旅行作为补偿。明曲和马美正努力拉拢佐藤，希望他和他们及天成一起出行。这时明曲提出让佐藤假扮情侣来激怒天成，让天成主动退出。这个方法看着行得通，但并未让佐藤动心。无奈之下，明曲只得使出杀手锏，当众泪流满面，恳求佐藤同行。佐藤受不了大家的目光和闲话，只好答应了。一转眼，4人的温泉旅行就到了。佐藤和明曲开始假扮情侣，俩人在天成面前表现得很亲密，频繁身体接触。天成竟然一点也不嫉妒，这让佐藤感到困惑，甚至有点失落。到了晚上，4人正开心地吃着晚饭，酒量差的马美喝几杯后，就开始对天成胡闹。明曲作为天成的助手，马上带走了马美。这样一来，房间里只剩佐藤和天成。未免尴尬，佐藤不停给天成斟酒，天成则如同发条机器人，杯接杯的连续喝。遗憾的是，佐藤小看了天成的酒能力，等到桌上满是空瓶子时，天成才依依不舍地睡去。处理完这难缠的家伙，佐藤终于能回自己房间了。到门口才意识到门被反锁，醉得不省人事的马美喊也喊不醒，靠不住的明曲有钥匙也没用，只能无奈了。佐藤只好找别的房间，然后看到天成倒在门外受了伤，担心天成外面会冻坏，于是把他带回房间。佐藤仔细地为天成处理伤口，结果他说那只是番茄酱，知道被捉弄了。佐藤气得要命，一转身就走。天成哪肯就这么放佐藤走了，原本想强势出击，却被技艺高强的佐藤轻松制服。佐藤不愿再纠缠，急忙阻止天成。天成揭穿了他与明曲假装情侣的计划，并问道：“我真的那么让你反感吗？非得用这种方式摆脱我？”看佐藤犹豫的样子，天成趁机抱住了佐藤，希望别人能安慰失恋的自己。佐藤试图推开天成的怀抱，不经意间摆出了一个更亲密的姿势。这一刻，佐藤近距离感受到天成剧烈的心跳，竟然有些心动，觉得天成或许也不那么讨厌。很快他冷静下来，慌忙逃离了这个复杂的地方。第二天，佐藤刻意躲开天成的视线，旁边的明曲通过行动体现了一个好演员的基本修养，继续演着男朋友的角色。这次天成没给他表演的空间，一把抢过佐藤的行李，风风火火地走了。回到公司，佐藤把天成揭穿他们假扮情侣的事告诉了明曲，同时说自己决定随遇而安。天成自然而然地放弃。佐藤离开后，天成从柜子里冲了出来，原来这几天的事都是他策划的。明曲看起来是在帮佐藤摆脱天成，其实是用各种手段来测试佐藤的真心。明曲始终不懂为何天成要费尽心思去测试佐藤。天成意味深长地说道：“人就是这样，阻拦越多反而越想接近，就像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那样。我现在很确定佐藤已经动心了。”眼看明曲满脸得意地看着运筹帷幄的天成，不由得想，偷吃禁果的不止佐藤一个。正当他认为一切会如愿以偿时，突然冒出2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多才多艺的细胞研究教授三岛，她是公认的最年轻女科学家，还是诺贝尔奖的潜在得主；另一位是手术成功无一失的神童外科医生蓝田。他们俩不仅是天成大学的老同学，也是挚友。那天天成上班时，佐藤去会场找他，顺道碰上了蓝田和三岛。正当众人的注视下，一直暗恋天成的三岛直接扑到天成怀里。天成怕引起误解，急忙说佐藤是自己的女友。三岛好像没听到，仍然死皮赖脸地贴在天成身边，
还邀请他会后一起吃饭。天成说已和佐藤有约，就拒绝了。没想到三岛拉上佐藤和蓝田也一起去，佐藤难以拒绝，只好勉强答应。饭桌上3位顶尖精英共同探讨着专业的学术问题，对佐藤而言，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感到格格不入的佐藤借口去厕所，趁机离开了。这时蓝田担心身为天成女友的佐藤会因三岛豪放的行为感到难过，特意前来安慰，这让佐藤对他的感觉大为提升。佐藤回到餐桌，看见天成与三岛谈笑自如，不知怎的，心里难免失落。晚饭后，三岛兴致未减，非拉天成留宿。蓝田看不过去，便制止了三岛。三岛和天成告别时，竟然吻了上去。佐藤看得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三岛又向他吻去。佐藤更是一头雾水，只得发愣地看着天成。经过一天的磨难，佐藤的自卑感爆棚了。他问天成为什么会喜欢普通的自己，天成想用一个吻来证明他的爱，可惜佐藤不接受这一套。第二天上班，佐藤还是深陷自卑。他搞不懂天成怎么会喜欢他这个平凡人，想要摆脱那些杂念，他决定去宠物店疗愈一下自己。没想到在挑狗粮时遇到了蓝田，俩人离开宠物店后聊个不停。佐藤知道蓝田正愁没地方遛狗，主动要了他的联系方式，把自己搜集的遛狗地点分享给他。蓝田也帮佐藤解决了最近的烦恼。他说每个人分工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不必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才值得爱。他认为天成爱的不仅是表面的成就。平日严肃的蓝田下班后经常笑着向佐藤展示他爱犬的视频，让周围同事都觉得意外。此外，三岛的海女天性全然展现，她一边享受3个男友的宠爱，一边策划着对天成的行动。第二天，蓝田约佐藤一起遛狗，佐藤没多想就答应了。消息刚发出去，他就接到蓝田邀天成同行的信息，现在后悔也晚了。另一边，天成为防蓝田和佐藤独处，赶紧让秘书取消了所有安排。这时三岛冲过来，不容分辨地带走了天成，完全不让天成有拒绝的余地。镜头一转，佐藤正在和蓝田愉快地聊天。在蓝田眼中，佐藤变成了不同寻常的人，因为他不会像别人那样故意避开严肃的自我。然后佐藤听说天成和三岛有事没法来，心里竟有点失落，嘴上虽不承认，但他的表现明显是在吃醋。这时蓝田偶然遇见了之前救过的男孩和他妈妈，男孩妈妈误以为他们在约会，就决定帮这位救命医生搭把手，不断赞赏蓝田的温柔与细心，这使得佐藤对蓝田的好感急剧增加。在回家的路上，蓝田对佐藤表露了好感，但说得相当含蓄低调，这让佐藤心里默默思考很久。因为思考得太入神了，佐藤竟然没注意到天成打来的电话。临回家前，佐藤想起要给蓝田的爱犬带份礼物，因为手一滑就丢了。两人弯腰捡东西时，意外地对视了一眼。这时天成又打来电话，打破了这种暧昧感。此刻三岛似乎喝多了，一直靠在天成怀里。无奈之际，天成只好把他抱回酒店。这一幕恰好被三岛安排的狗仔队捕捉到了。天成送三岛回去准备走的时候，被装睡的三岛突然抓住。正巧佐藤打来电话，三岛抢着接起了手机，仿佛在宣示领土，特地强调他们在酒店待着，让佐藤别打扰。然后三岛开始向天成发起进攻。看到天成毫无反应，三岛以为是因为自己交往过多男友的缘故，表示自己会立刻处理好所有男友问题。天成明确回答道，即使三岛跟所有男友分手，自己仍不会对他动心。天成见三岛还是死缠烂打，无奈地说，如果我把你当成佐藤和你上床，你能接受吗？虽然三岛急切想得到天成，但骄傲的他绝不同意做替代品，于是他们俩就分开了。另一方面，佐藤被三岛的激烈言论震惊了，让他愣在当场。后来是蓝田的呼唤让他回过神来。回家之后，佐藤床上辗转反侧，他不想承认，但实际上那通电话让他难以入睡。这时电话再次响了，佐藤拿起电话对着天成讽刺挖苦。天成发现佐藤有点吃醋，他只好卑微的请求，我现在正站在你家楼下，我不指望能见到你，只希望透过窗户能看见你，我就知足。话还没说完，下一秒佐藤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面前，打了个招呼。佐藤傲娇地走开了，但天成哪肯就此罢休，不只是抱住他，还在脸上碾个不停，这让佐藤觉得很反感，一拳就把天成打倒在地，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过不了多久，三岛的多细胞研究终于成功，各大媒体都来报道，但在采访时，三岛完全不提研究成果，只是不断地说自己要对天成展开追求。为了能够得到他与所有男友分了手。这一通发言之后，记者愣了，他的前男友们也感到很难过。随后天成公主抱三岛的照片登上了头条，公司里的同事们都在猜测天成抛弃了佐藤。佐藤本就对报道很敏感，
众人的闲话更是让他心烦意乱。就在佐藤正郁闷的时候，天成突然冒出来，他当众对佐藤示爱，结果换来的是佐藤的一顿暴打。但天成可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一把拉着佐藤直接去约会。公司同事们送行，佐藤只能苦着脸上车。为此，天成专门包下了海洋馆，打算享受二人世界。没想到三岛和蓝田突然出现搅局，他们就在海洋馆内随意游逛，那宁静的气氛稍解佐藤的苦闷。这时，天成突然握住了佐藤的手，这次佐藤没甩开天成，反而因为天成总把他放首位，不知不觉紧握了天成的手。甜蜜气氛刚起就被三岛打断，三岛突然冲过来抢走了天成。无奈的佐藤只能跟蓝田一边走一边聊，蓝田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心里的波动，但他话里透露出对佐藤的关心。佐藤没多想，顺势跟蓝田聊起狗狗，两人聊得很开心，旁边的天成全部注意到了，心里觉得不安。吃午饭的时候，天成没拒绝三岛喂食，佐藤有点不高兴。紧接着三岛跟佐藤讨论起天成不喜欢被夸的原因。正当佐藤想深入了解时，天成突然打断了话题，气呼呼地站起来走了。三岛看局势不对，急忙过去抓住天成，不停安抚，说事已过去。天成被三岛的话安抚，情绪稳了下来，两个人含糊其辞的对话，令佐藤更加关注他们之间的关系。场景一变，蓝田揭穿天成故意用三岛激怒佐藤，天成并未否认，反倒揭露了蓝田那呆萌笨蛋的一面。蓝田其实已经喜欢上佐藤了，却浑然不觉。可是天成不给他丝毫思考的机会，还用貌似在威胁的口吻警告他别对佐藤动心思。天成这种强势的态度让蓝田突然察觉到自己和三岛像是电灯泡，他把他硬拉出了海洋馆。虽然佐藤对天成的秘密好奇，但嘴上却不肯承认兴趣。天成早已识破，故意戳穿佐藤的心思，结果害自己吃了个大苦头。归途中，佐藤逐渐意识到天成的细心照料可能会让他坠入爱河，进而变得过度依赖他，最终难以自拔。想到这，他心里默默决定，绝不能再深陷其中。但对天成来说，已经太晚了。第二天上班时，马美和明曲在聊佐藤昨天去海洋馆的事情。佐藤趁机问了明曲，天成为啥不喜欢别人夸？话一出口，他意外地发现自己这么关心天成的事。为了不再胡思乱想，他又去宠物店找安慰。这次佐藤又遇见了蓝田，两人一起走的时候，佐藤想帮蓝田拿那些大包小包，互相谦让了一番后，佐藤不慎在路边摔倒，满身溅上泥水。蓝田担心佐藤着凉，赶紧给他披上自己的外套，然后马上把佐藤送回家，却发现佐藤无意中丢了钥匙，只得等开锁公司来帮忙。佐藤想下车找个地方坐坐，但蓝田阴天冷，担心他会感冒，坚持让他留在车里。两人无话，轮流在车里打盹。后来佐藤接到锁匠的电话，把外套还给了蓝田。直率的蓝由不但拒绝佐藤还外套，还主动提出要帮佐藤洗衣服，这样就能找个理由再见面。这话让佐藤有些慌张，只好稀里糊涂地同意了。此时天成正倒挂在车上，死死地盯着车内，这一幕把蓝田吓呆了。佐藤显然已经习惯了，直接打开车门撞倒天成，然后潇洒走开。天成突然说，虽然佐藤生气很萌，但他更爱他的笑容。佐藤本想说自己是因为他不肯透露秘密而生气，但突然意识到这可能表明他喜欢上他了，只好尴尬地说自己很开心。佐藤离开后，天成和蓝田开始互相叫嚣。临走时，自信满满的天成还不忘讽刺蓝田，祝你早点被甩哦。第二天，马美问佐藤，究竟是选有钱的社长还是聪明的医生？佐藤觉得选一个疯子和呆子没啥区别。这晚上，佐藤加班到很晚，正准备拿资料，天成突然出现了。他为防止佐藤和蓝田借还衣服为由见面，特意买了一样的衣服给他们两人。然后天成在佐藤的工位边晃荡，一点也不打算离开，还自顾自地给两人起了小名。佐藤被弄得不耐烦，让天成安静下来。天成乖乖听话了，但天成的存在感太强，让佐藤完全无法专心。这时候佐藤的肚子突然咕噜作响，给天成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只见明曲和厨师带着早准备的美食突然出现，瞬间把办公室变成了豪华餐厅。天成还特别的把佐藤肚子的叫声录下来，反复播放欣赏。晚餐异常愉快，两人还互相夸得不亦乐乎，这让佐藤再次想到天成不喜欢被夸的小秘密。佐藤以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关系还没那么近，所以天成才不愿自己说出来。这时佐藤收到了蓝田发来的消息，醋劲大发的天成决定以自己的秘密交换佐藤不见蓝田。佐藤还没答应，天成就开始回忆起来。原来天成从小就一直被夸奖，不论是同学还是教授，见到天成都是连连称赞。这样的生活让天成渐渐感到厌烦，他忍不住担心自己要是失败了，大伙儿会不会对他失望。因此在研制新药时，
故意在原数据上留下了 bug， 加重了副作用。没想到同事错当成新版药品生产了。得知此事的天成向父亲康介坦白了过错。他本以为康介会责怪他背离了研究员的初衷，康介却说知错能改才是最关键的，接下来照旧按数据再治就行。这件事影响不大，但让天成深感内疚。他向朋友们提起此事，大家劝他不必过于自责，毕竟事故谁也不愿看到。回忆至此结束，天成说不想谈这件事，是怕佐藤爷只会说这是个意外来安慰他。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佐藤听后直接狠狠地骂了他一顿，那种熟悉的感觉让天成异常激动。他忍不住回忆起第一次遇见佐藤的情景，这一刻天成深信只有佐藤真的理解他，忍不住跪下向佐藤深情告白。但佐藤此时更担心的是那些用药的受害者。天成说他曾多次想要道歉，都被他爸压下了，他只好通过研发新药来尽力弥补错误。佐藤总算弄清了天成的秘密，但却回应不了天成刚的表白，只好慌忙逃离现场。分手后的佐藤心不在焉的工作，脑海里全是天成的往事。每当他想到天成为了补偿过错而承受的压力，他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内心便不免感到悲伤。这时他看到蓝田的来电，急切地想知道消息。那时蓝田是如何安慰天成的呢？这时蓝田正在和三岛一起，恋爱经验丰富的三岛眼光独到，指出他对佐藤的喜欢，鼓励他真诚面对自己的心意，这样生活会更快乐。此时的三岛没注意到前男友冈本躲在旁边不断重复着他和蓝田的谈话，好像在策划什么。佐藤见到蓝田后直截了当地说，在得知天成的秘密后感到很无助和内疚。蓝田安慰他说，天成能够向你吐露心声，对他来说已经很不错了，这已是一种解脱。话音刚落，蓝田就被一个紧急手术电话拉走，佐藤无奈只好帮他暂时照看狗狗。下班时蓝田到佐藤家取狗，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烧生病了，晕乎乎的把佐藤推倒，得知他发烧感冒，只能让他留宿一夜，还细心照料他。第二天早晨，蓝田一睁眼就看到佐藤，顿时觉得有点迷糊。正当佐藤要起身，旁边的小狗出力帮忙，把佐藤推进蓝田怀里。在暖暖的气氛中，蓝田鼓起勇气回想向佐藤表白，却被天成来电打断。蓝田顿时丧失了告白的勇气，准备离开。两人走到楼下后，体弱的蓝田无力地坠入佐藤怀抱。这时天成突然现身，他明知蓝田因发烧在佐藤家留宿，并且两人之间并未发生什么，但天成仍旧忍不住对生病的蓝田发火。蓝田像往常一样去医院上班，却接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美国的科研团队邀请他去那边工作。面对这么棒的机会，他虽然是个工作狂，但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佐藤。这时他才真切感受到佐藤对他的重要。下班后，他带佐藤到公园，掏出戒指向佐藤求婚，还希望佐藤能跟他一起去美国。面对蓝田突然的表白，佐藤感到迷茫和无措，幸好蓝田没逼佐藤立刻回答，让佐藤暂时松了口气。后来蓝田向天成坦白了对佐藤的告白，天成一点也不怕，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赢。三岛仍旧紧追不放天成，天成依然冷淡地拒绝了他。三岛认为是因为他之前在药品副作用事件上的夸奖，天成才不接受他。天成向佐藤一吐心声后彻底释怀。天成刚离开，冈本马上找到三岛，拿出戒指求婚。原来是三岛和蓝田的对话激励了冈本，他决定真心对待这段感情。但三岛对此毫无兴趣，坚称只喜欢天成，扭头就走了。转个镜头，蓝田一告白，佐藤就左右为难，感性小人忽而偏向蓝田，忽而又倾向天成，让他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上班，冈本被三岛冷酷抛弃，彻底崩溃，给天成来了致命一击。佐藤得知天成受伤的消息后，直接冲往医院。他看到天成静得像没呼吸，就像晴天打雷。佐藤终于承认自己喜欢天成，开始泣不成声的表白。蓝田在门口听到这些，默默地转身离开。情绪刚煽动，不过3秒，天成突然醒来。原来天成压根没受伤，他身上带着厚厚一叠佐藤的照片，挡住了那致命的一刀。看见这些偷拍的照片，佐藤气得不行，坚决让天成删除那些文件。天成就是不肯，争执了几番，佐藤的心情起起伏伏极了，憋屈的走了。第二天，佐藤找到了蓝田，很遗憾的拒绝了蓝田的示爱，并把戒指还给了他。对此，蓝田已经不再耿耿于怀，因为他明白了佐藤对天成的心意。但佐藤却说他不能和天成在一起，因为天成的过度照顾让他感觉自己无能为力，逐渐丧失了自我。虽然蓝田不太理解佐藤的这种感受，但他相信这可能是佐藤和天成之间特有的情感难题，他们必须共同面对这个挑战。对岛的冒失行为，冈本过来向天成道歉，天成并未怪罪他，反学到了一个道理：要爱一个人，
就得把他的幸福放首位，不能自私，只想拥有他。三岛对天成的转变感到吃惊，但天成却将功劳都归给了佐藤，因为自从遇见佐藤后，他体会到了和人相处的乐趣。天成真心的希望三岛也能找到他的幸福。第二天，佐藤去了公司，却发现自己的座位被移到了总裁办公室。天成表面上说这是为了让恋人们时刻相见，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常见佐藤的自私欲望。佐藤气愤地看到天成拿出事故那天他情感表白的录音一遍遍听，开始否认那天的告白不是因为喜欢，只是一时冲动下的情感爆发。然后他向天成正式提出辞职，他不希望天成因为追求他而耽误工作，让自己卷入美色之祸，同时宣布再也不见天成后径直离去。离职第一天，天成准备了一大笔赔偿金，让秘书转给佐藤。佐藤坚决拒绝，无奈的明曲只好又施展杀手锏，他跪地恳求佐藤接受这大笔钱。为了不让邻居诧异地看着，佐藤只好勉强收下。看到这么多钱，佐藤不禁赞叹，原来天成一直都决心用钱来讨好自己。随后他听到外面的警报声，误以为天成又来到楼下了，没想到这事儿这么离谱。为了避免念念不忘天成，佐藤决定用这笔钱去旅行。之后的日子里，他走遍了全球各地，每个旅游点都给自己拍个照。这次他访问了迪拜，在酒店办理入住时注意到这房间比他订的要豪华得多，确认了几次确实没错，他便没多想搬了进去。佐藤正要向蓝田展示自己的旅行照片，惊异地发现每张照片里都意外出现了天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下秒天成就出现在佐藤面前。原来他早预料到佐藤会用这笔钱去旅行，这样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他能和佐藤真正单独相处。不过天成此行还有别的打算，那就是带着自己开发的把治疗已故爱犬的药给了佐藤。原本是件让人感动的事，但一想到又被天成耍了，佐藤气得不行，没多说，直接揍了天成一顿。看着天成那享受的样子，佐藤本能的想逃离这里，最后走投无路的他大喊，这个男人是我人生最大的错误。故事到此结束。在大结局里，三岛和蓝田没因爱情失败而沮丧，反而重新理解了生活，积极的接受了生活的挑战。佐藤虽然接受了自己喜欢天成的事实，但对天成一次次利用自己的行为感到愤怒，并没有选择和天成在一起。尽管有自我反省的天成，但他依旧不改本性，用狡猾的手段俘虏佐藤。如果你是剧中的主角佐藤，你会为了这份真挚的爱无视一切心机，选择与天成同行吗？欢迎留言讨论。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了，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力量，接下来咱们一起继续追剧吧。